這4个人是目前为止仅存的登上过其他星球的人类。当然你肯定知道，这个星球指的是月球。就像21世纪了，还有很多人相信地平说一样，有很多人仍然認為美國人的阿波羅登月計劃是在攝影棚裡完成的。今天呢，我們不辯論真假，就來聊一聊這12位貨真價實的人類勇士，講一些你可能根本沒聽過的關於他們的趣事和猛料。好，廢話不多說，咱們就按他們登上月球的先後順序一個一個來盤點。打頭陣的這位，那名字可以說是家喻戶曉了，沒錯，就是他，尼爾·阿姆斯壯。登月那年他38歲，在2012年的時候離開了我們，享年82歲。這家伙心理素質強到簡直有點變態。你聽聽這個，有一次訓練，他開的那個模擬登月飛船在天上失控了，就在墜毀前不到1秒鐘，他砰一下彈射逃生。換作一般人估計得在地上喘半天吧，他呢拍拍身上的土，跟沒事人一樣溜達回辦公室繼續寫報告去了。所以後來真正在月球降落的時候，電腦警報響個不停，燃料眼看就要見底，就差那麼幾十秒就要玩完，他的心跳也才從75飆到110。就這，我玩個過山車心跳都比他快。他那句這是一個人的一小步，卻是人類的一大步，傳遍了世界。但你聽我給你掰扯掰扯，這句話裡頭其實藏着個天大的誤會，也是太空史上最有名的一個懸案。I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 大家聽到的版本是 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問題就出在這個 man 上。在英語裡Man 和後面的 mankind 的意思太接近了，都指人類這個集體。那這句話聽着不就成了，這是人類的一小步，卻是人類的一大步。邏輯上是不是有點別扭，有點重複？但阿姆斯壯本人到去世都特別較真兒。他說的明明是 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a man， 多了一個小小的冠詞 A。 你別小看這個 A， 他一下子就把整句話的格局給打開了。A man 指的是一個具體的人，也就是我尼爾·阿姆斯壯，而 mankind 指的是全人類。所以他想表達的真正意思是，我這一個人從梯子上邁下來的這一小步，在物理上微不足道，但就是這麼個小動作，卻代表着咱們全人類這個物種第一次把腳印蓋在了地球以外的星球上，這是文明的一大步。看這一景是不是瞬間就不一樣了？用個體的渺小去襯托全人類的偉大，這才是他精心設計的台詞。那為啥會搞錯呢？因為當時通訊信號不好，有靜電干擾，那個 A 的發音又輕又快，地球這邊愣是沒聽清。後來無數專家用高科技去分析那段錄音，吵了幾十年也沒個定論。所以你看，雖然他是舉世聞名的登月第一人，但他連自己最重要的一句話都被全世界誤解了半個多世紀，也難怪他後來那麼低調，幾乎不接受採訪，甘願做一個沉默的英雄。阿姆斯壯是出了名的低調，但跟他一起下去的第二個人，那性格可就完全是另一個極端了。他就是巴茲·奧爾德林，登月時39歲，這位老爺子可厲害了，現在還健在，今年都95了。他的性格跟阿姆斯壯那可是180度大轉彎，妥妥的一個熱情奔放的顯眼包。阿姆斯壯是第一個下梯子的，但他可是第一個在月球上撒尿的。他還幹了件更大膽的事兒，在踏上月球前，他悄悄地在登月艙裡舉行了聖餐儀式，吃了聖餅，喝了聖酒，成了第一個在月球上做禮拜的人。這老爺子脾氣也火爆。2002年，有個槓精當面挑釁他，說登月是假的。你猜怎麼着？72歲的奧爾德林二話不說，一記右勾拳，直接把那人給 KO 了。更傳奇的是，2023年，93歲的他過生日，直接宣布梅開四度，娶了比他小30歲的化學工程博士安卡福爾。Oh yeah！ 可惜的是，他的愛妻在2025年10月因癌症去世了。咱們也只能祝福這位硬核老爺子繼續健康長壽。
第一批登月的2位，一個冷靜，一個火爆，已經夠有戲了。但這還沒完，接下來的阿波羅12號又來了一位重量級的拱王，這位就是皮特·康拉德，登月時39歲，可惜在1999年因為一場摩托車事故去世了。他的人生格言特有意思，如果你做不到優秀，那就做到多姿多彩。他個子不高，所以從梯子上下來的第一句話就是故意惡搞阿姆斯壯的名言。他对着通讯器大喊：哇哦，兄弟们，這对尼爾來說可能是一小步，但對我來說可是一大步啊。這可不是他臨場發揮，而是他跟一個意大利女記者打了$500的賭。那記者不信 NASA 不控制宇航員說話，康拉德就用這種方式證明我的麥克風我做主。可惜啊，後來他也找不到那位記者兌現賭注了，不然按今天的匯率，那可是$3000多呢。康拉德在月球上玩梗，而他的隊友呢，則是在月球上搞了個大烏龍，順便還為自己的第二人生找到了靈感。這位就是艾倫·比恩，登月時37歲，是唯一一位成了藝術家的登月者。他退休以後，就一門心思撲在了畫畫上，畫的還全都是他在月球上的所見所感，而且他畫畫的工具也相當硬核，顏料裡要摻上自己宇航服上刮下來的月球塵埃，還用登月時用的錘子去敲打畫布，用登月靴的鞋底在上面踩出紋理。他說，我的畫裡必須要有月球的味道。當然，他在月球上也幹過糗事，他不小心把攝像機鏡頭對準了太陽，結果滋啦一下，鏡頭直接燒了，導致阿波羅12號的電視直播當場中斷，全世界人民的屏幕瞬間一黑，他也因此喜提弄瞎全世界的男人稱號。搞藝術的宇航員已經夠稀奇了，但下一位那可是個真傳奇，人生經歷簡直就是一部好萊塢大片。他就是艾倫·謝潑德，登月時47歲，是當時最老的一位登月者。他可不光是登月，他還是美國第一個上太空的人，是傳奇中的傳奇。他的人生比電影還刺激，第一次上天回來就因為內耳疾病被無限期禁飛，但他沒認命，硬是接受了一個實驗性的手術，治好之後王者歸來，最終成功踏上了月球。這家伙的腦洞也大，他偷偷把一個折疊高爾夫球桿頭和2顆球藏在襪子裡帶上了月球。等所有正經工作都幹完，他掏出裝備，在月球上瀟灑地揮了2桿。第2桿打出去之後，他興奮地喊：飛了好幾英里，好幾英里。實際上嘛，也就飛了30多米。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帥啊！現在那2顆高爾夫球還孤零零地躺在月球上呢。在月球上打高爾夫，這腦洞夠大了吧？但還有人的腦洞開到了宇宙的另一邊。第6位登月的這位，從月球回來後，整個人都變得有點神神叨叨的。他叫艾德加·米切爾，登月時40歲。在從月球回地球的路上，他看着窗外那個藍白色的小球，突然間就頓悟了，感覺自己和整個宇宙都融為了一體。用他的話說，就是宇宙的分子組成了我的身體，也組成了飛船和我的同伴。這次經歷徹底改變了他，他後半輩子就跟 UFO、外星人和人類意識這些神秘學槓上了，還自己開了個研究所。所以直到今天，還有很多人猜他是不是在月球上真的看到了什麼不得了的東西。米切爾在太空裡思考人生和宇宙，而接下來的阿波羅15號乘組則是在月球上幹了更多實實在在的大事，當然也惹了點不大不小的麻煩。領頭的這位就是大衛·斯科特，登月時39歲，也是一位目前健在的93歲高齡的老爺子。他在月球上搞了一場電視史上最牛的科學直播，他一手拿着羽毛，一手拿着錘子，同時鬆手，在全世界的注視下，2樣東西完美的同時落地。他特激動地對着鏡頭說，你們看，伽利略先生是對的，他還是第一批在月球上飆車的人。更酷的是，他在月球上悄悄留下了一個叫倒下的宇航員的鋁制雕塑，用來紀念那些為太空探索犧牲的美蘇宇航员。這也是月球上唯一的藝術品。不過嘛，他人也挺有爭議，
因為私自帶了400張郵票上月球倒賣，結果被 NASA 抓包，後面的飛行生涯也就黄了。斯科特在月球上又是搞實驗又是留藝術品，而他的搭檔詹姆斯·歐文跟前面的米切爾一樣，也在月球上經歷了一次靈魂洗禮。詹姆斯·歐文登月時41歲，可惜在1991年就去世了，是12個人裡走得最早的。他自己說，在月球上比在地球上任何教堂裡都更能感受到上帝的存在。這次經歷讓他徹底悟了，一回到地球立馬辭職當了牧師，還成立了個基金會，滿世界去傳播他所謂的來自月球的好消息。他晚年還特別執着，好幾次跑到土耳其的深山老林裡去尋找諾亞方舟的遺跡，雖然啥也沒找到，但這股勁兒也是沒誰了。前面幾位有的成了牧師，有的成了藝術家，有的成了神秘學研究者，但第9位这位可以說是宇航员裡的勞模加段子手了。約翰楊登月時41歲，在 NASA 幹了足足42年，是個活化石级的傳奇。他厲害到什麼程度？雙子座飛船、阿波羅飞船、登月艙、航天飛機、NASA 4代主力飞行器，他全都開過，獨一份。他這人還特別逗，早年執行雙子座任務的時候，他偷偷在宇航服裡藏了個鹹牛肉三明治帶上天，飛到一半掏出來給同伴吃，結果麵包屑在失重環境裡到處亂飛，差點搞出大事故，回來還被國會狠狠批了一頓。他還有句名言，被問到坐航天飛機怕不怕，他說一個正常人如果他覺得自己完全搞懂了屁股底下這個裝了幾百萬磅燃料的大家伙，那他一定是沒搞懂狀況。約翰楊用沒搞懂狀況這種輕描淡寫的說法去形容那種盲目自信毫無畏懼的人，這是一種舉重若輕的表達。潛台詞是，如果你坐在這上面一點感覺都沒有，那你不是膽子大，你就是單純的傻，根本不知道這玩意兒有多危險。這種幽默感是常年在生死邊緣工作的人才能錘煉出來的。這句話的核心思想是，真正懂航天的人一定對風險保持敬畏。約翰楊是 NASA 的活化石，而下一位查理·杜克則是所有登月者裡最年輕的小老弟，而且你絕對想不到，他跟阿波羅11號還有一段特別有意思的緣分。查理·杜克登月时才36歲，是史上最年輕的登月者，現在也90歲了，身體還挺硬朗。很多人不知道，當年阿波羅11號登月的時候，他就是休斯頓地面指揮中心裡那個唯一能跟阿姆斯壯直接通話的人。當他聽到阿姆斯壯成功着陸的消息時，你可以想象那種從極度緊張到狂喜的衝擊有多大，他激動的聲音都抖了，話都說不利索了。本想專業的回復一句收到寧靜號 Tranquility， 結果舌頭一打結，喊了句收到湍科寧靜號。這個湍科是個壓根不存在的詞，純粹就是他太激動說出來的口誤，但這恰恰是他經典的地方，在人類最偉大的科技壯舉的核心时刻留下了這麼一個可愛又充滿人情味的小瑕疵。它就像是全人類那顆懸着的心終於落地時發出的一個不受控制的開心的撲通聲。杜克緊接着就解釋了自己為啥這麼失態，他說，我們地面上的人都緊張的臉都白了，現在終於能喘口氣了。那個不存在的詞 Twank 也因此永遠留在了歷史錄音裡。輪到他自己上月球時，他幹了件特別浪漫的事，把一張用塑封包好的全家福照片留在了月球表面，背面寫着，這是來自地球的宇航員查理·杜克的家人，於1972年4月登陸月球。這張照片可能會在月球上靜靜地躺上幾萬年。如果說查理·杜克留下的全家福是把全人類的溫情帶向了宇宙，那麼緊隨其後登場的人則把這種鐵漢的浪漫推向了極致。尤金·塞爾南是人類歷史上第11位踏上月球的人，登月時38歲的他目前仍保持着人類在月球表面停留時間最長的记錄。在即将爬上梯子離開月球的最後一刻，他做了一件無比溫柔的事，他在寂靜的月面塵埃上俯下身，一筆一畫寫下了女兒名字的縮寫 TDC，
因為月球上無風無雨，這個充滿父愛的印記可能會在那兒靜靜留存數十萬年。他最後對着地球說，我們帶着和平與希望而來，也將帶着和平與希望離開。但誰能想到，他這一走，人類就再也沒回去過。雖然後來他被人們稱為月球末代皇帝，但那次任務中，他的同伴同樣書寫了傳奇，那便是哈里森·史密特，人類第12位，也是迄今為止最後一位踏上月球的人。登月時37歲的他，是阿波羅計劃中唯一一位擁有哈佛地質學博士學位的職業科學家。派科学家去現場，視角確實不一樣。當他在月球表面發現一片橙色的土壤時，他激動得像個挖到寶藏的孩子，在通訊裡大喊，我的天，快來看，這是橙色的土壤，太不可思議了。這個發現後來成為了證明月球曾有過火山活動的關鍵證據。此外，那張著名的讓無數人感嘆地球之美的藍色彈珠照片，公認也是他在飛向月球的途中按下快門拍下的。他用鏡頭告訴我們，所有人的家園就是這樣一個懸浮在黑暗宇宙裡脆弱又美麗的小球。可惜的是，隨着這兩位先驅的離開，人類與月球的親密接觸竟中斷了半個多世紀。好消息是，這段漫長的等待可能快要結束了。美國的阿爾特彌斯2號載人繞月任務已經進入衝刺階段，計劃在今年初先去繞月踩個點。與此同時，中國官方也已公布計劃，目標在2030年前實現首次載人登月。目前，新一代載人飞船夢舟和月面着陸器揽月的研制工作正在按計劃推进。我一定会圆满完成任務的，请等待我的好消息。真的非常期待下一次当人類再次仰望星空時，除了那串跨越時空的腳印，我們又會在那片古老的荒原上留下怎樣的故事呢？我是小哥，關注睡前科普，我們一起見證人類的下一個腳印。那今天就聊到這裡了，晚安，好夢。東風光學 USB 雷達跟蹤正常，遙測信號正常。好報告。今天上午9點，神舟5號載人飛船發射升空，大約10分鐘之後，火箭按計劃把飛船送入預定軌道。我一定會圓滿完成任務的，請等待我的好消息。雙城光學雷達跟蹤正常，東風光學 USB 雷達跟蹤正常，遙測信號正常，東風飛行正常。